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贤，今天要来做我们的桌子，就是车内桌啦。就是这部分我要把它继续完成。床目前放在这上面是可以直接睡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想要这边做一块木板，然后上面就可以放东西嘛，做一些收纳，下面也可以做一些收纳。这边可以做一个抽屉的概念。这上面是我们的桌板，然后实际上的桌板的距离我还在犹豫当中，因为我觉得睡了2晚，好像还感受不出来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。因为门把是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桌板坐在这的话，在里面是比较难去开的，头可能要卡着吧。大致上可能就会像这样，趴在桌板上这样子开门，手还不能去桌板挡到。我还在想桌板要怎么弄，不过我们先完成桌子的架子吧。我会先量好这边需要多少距离。今天就是要先把这个床架锁起来，然后这个距离呢，大概就是这个床板移出来的距离。所以这距离还有一些空差，我可能会往前移吧，所以把这个距离调整好，让那边的空间可以宽一点，中间就可以放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啊。我做的都比较简单啊，先把主要功能做出来，再来就是收纳的问题嘛。等野营习惯了，东西放哪之后，再来做收纳柜，应该这样比较符合自己的需求。所以那我们就先把这边的距离量好，我们直接上钉，之后板子锯好放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钢的木板已经踩好了，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现在有一点不知道距离要怎么量。我觉得抓距离是最困难的一部分，因为几乎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量距离啦，看怎么量哦，就是怕量错，怕以后会后悔，所以就预想了很多。我现在呢就是想要先来把这边做出来，这2根呢是6分管，这外面这2根呢是4分管。我特意找4分管可以弄进6分管的 size， 比较特别的方式啊，想说来试试看的。现在我打算就是先把这边的距离先量好，这我之前都锯好了，就先装上来看看。这算4通的免车牙套件，而且这是4分的。我们床这边的是6分的套件，还有不一样的尺寸，一样也是蛮贵的。这应该还不错吧。好像有一点晃短一点就稳多了啦。我有这个功能应该算不错了吧？希望是实用的。管它了，做出来再说。这就是我们的桌子，当然不是这个啦，我会再另外再做一块，这块是我们的床板。现在呢，就来把这个距离都量好。
昨天呢，从白天搞到了晚上，终于上好了护母漆，也干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直接把木板装起来吧。从背面锁啊比较好锁，所以把它拆掉来背面锁。OK， 我们的桌子终于全部锁好啦，超级感动的，又多了一个桌子可以用，还有我们这个柜子。这个柜子呢，这边呢就可以放一些冰箱啊，还是食物之类的，或者是杂七杂八，反正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可以放东西了。现在其实可以直接出门出去玩了啦，因为其实电跟水没那么必须，所以只要用保特瓶带就好了嘛。所以现在做到这样已经超级感动了，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呢。打电脑啊，煮泡面啊，都可以。还有加上这个小桌子，这个小桌子呢，本来会放在这儿的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拉开，再把我们小桌子打开就好。这样我们小桌子就完成了，就可以一样在这边煮东西、切东西、泡咖啡、喝饮料，在这边下棋也可以，看你想干嘛都可以。OK， 那我们的桌子都已经完成了，迫不及待要出去露营了。好，我们马上的来到了野外来乱睡觉，然后经过了测试啊，这桌子这样子是 OK 的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虽然它有一点晃，不过承载力其实很强了，它放一桶水都没什么问题，整桶水放上来都是没问题的，放在这里也是撑得住的，所以这桌子是 OK 的，非常棒。然后呢，上面这个大桌子呢，它这个宽度啊，我设计也比较大。真的是非常好用，那我们就直接上来看一下吧。我们进来之后，它这个桌子啊非常大，如果下雨啦，也可以在里面煮点水跟泡面之类的东西。用电脑呢也是非常方便的，空间很大，但是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东西都要全部收掉，不然它应该会乱晃。之后呢，收纳可能就是在这一小部分。然后这个冰箱呢，开口是刚好可以拿东西的，是非常方便的。这边呢就放我们的汽车电瓶，我预计是放2颗啦，一颗放这，一颗放那，对，那个位置都是刚好。昨天睡了2天，效果都是非常棒，感受不出来有什么任何的缺点。之后如果需要多一点的收纳啊，我们再慢慢的加收纳盒或者是收纳抽屉，先有一个基本的功能，出来多睡几次之后，觉得哪里不好需要改善，我们再来加装。对，目前这样的设计感觉是非常好的，连这个床过来刚好都是可以卡住的。它这个也都是吻合的，刚好冰箱在这边，这个前后距离的角度啊，要抓得很准，不然它这个冰箱真的会放不下去。开车的时候冰箱才不会往后面飞，就是刚好卡在这一格。这就是里面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个桌子够大吧？打牌、煮饭、用电脑，还可以追剧，都可以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这边之后我会再做一块木板延伸过去，上面就可以再放一些小收纳。然后这个下面呢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是可以做一些抽屉之类的。
锁在这上面，它就可以有小抽屉可以拉。那这边呢，可能就不打算再装东西了，因为如果再装东西的话，冰箱打开来东西已经快会拿不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可能就不会再做东西了。对，可能就是往上延伸吧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平的是感觉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如果这边做太多收纳盒，其实我觉得会不好清理。可能要做也是做在后面这边吧，可能做一些跟电路相关的开关啊还是什么的。之后呢，电风扇夹在这啊，就可以直接抽新鲜的空气进来，所以这个空间特别预留的。当然，因为电风扇要夹在这也可以，夹在那边也可以，就是很灵活，都可以做变换，不会死死的就粘在这上面，然后没办法做其他的功用。如果之后到外面啊很热的话，电风扇也可以拔下来，很轻松，我就拿到外面去使用这样。这个透气扇呢，我买是2500啦，这个我觉得还不错，刚好防蚊，然后又可以防止下雨。顺便介绍一个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透气窗，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，还蛮实用的东西啊。这个开车呢，只要再把窗户关起来，完全是卡死了，不用担心它会飞走。对，如果装在这边呢，好像就比较不一样，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。这是超级聪明的，不知道谁发明的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桌子介绍，超大的桌子可以使用，上面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，放你的牙刷，放你的卡式炉、电脑或者一些生活用品，其实都非常方便的。然后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吗？昨天发现的小妙招，我用那3个强力磁铁吸着，然后再把手机放在上面，我们就可以躺着追剧了，是不是超级舒适呢？连背都不会腰酸背痛了，就直接躺着，超级舒适的。我们的头顶就是个萤幕，所以我们是躺着看电视。当然啦，你把 iPad 直接移上来，或者是 Mac 直接移上来也是可以的，就看你的磁铁买的够不够多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还蛮好用的。好啦，我们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。然后我是杨小贤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记得订阅哦。